家好，我是败家女，欢迎和我一起读《论语》。孔子弟子3000，其中贫寒子弟不在少数，他们的家境和富裕的子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像颜回和袁宪，便是以清净守节、安贫乐道而受人尊敬。《论语》中关于袁宪的记载只有2件事，一是向孔子问耻与仁，二是担任孔子的家臣时不愿拿俸禄的事。《论语·雍也篇》说：“袁思为之宰，与之粟900。辞。子曰：吾宜与尔邻里相党乎？”袁宪字子思，故名袁思。他是孔子担任鲁国司寇时的私人助理。这个宰就是替卿大夫办事的私人总管。孔子要给袁宪900粟的俸禄，袁宪却推辞不收。孔子说：“别这样，就算你自己不用，也可以分给邻里乡亲们啊。”袁宪认为帮老师办事本就是天经地义的事，怎么还可以拿工钱呢？但袁宪家境清寒，孔子这番话只是想让他安心收下这笔工资罢了。有一次，袁宪问孔子关于耻的问题，孔子说：“邦有道，故；邦无道，故耻也。”意思是，国家政治清明的时候，可以做官领俸禄，但国家政治黑暗时，还做官领俸，就该引以为耻了。谷是领俸的意思，当时的薪俸都是以谷粮来折算。孔子明确地说，如果政治清明，就该为国效力，为民造福；如果政治黑暗，官吏贪污横行，政府横征暴敛，还为国家做事，那就是不顾人民死活，助纣为虐的无耻行为。孔子死后，袁宪选择隐居荒野，过着瓮有神书、茅茨土墙的日子，想必是牢记老师的教诲，以不能匡扶社稷、造福百姓，而空想高官俸禄为耻，不愿在乱世为臣。但此时他的同班同学子贡则已贵为魏国宰相。他听说袁宪贫病交迫，特地驱车前往慰问，在随从与豪车的簇拥下，越过离祸丛生的野地，来到穷乡僻壤的巷弄内拜访袁宪。而袁宪则穿着粗布短衣，破帽破鞋，拄着拐杖来开门。子贡被他衣衫褴褛的样貌惊到，不敢置信地说：“夫子难道是病了吗？”根据庄子《让王》的记载，袁宪居住的环境十分恶劣，环堵之势，此以生草，棚户不完，桑以为书而瓮有。二是何以为色，上漏下湿。意思是狭小的茅屋以土瓷围墙，屋顶杂草漫生，门窗破烂不完整，只能用弯曲的桑木拴住门轴，2个隔间用破瓮破瓦和粗荷布塞住，屋顶漏水，导致地面湿滑。这样的屋子竟然还能住人。
这让一直生活在富裕环境中的子贡忍不住露出嫌恶之色。原宪也毫不客气地教训子贡说：我听说没钱叫做贫，学习孔门之道却无法实行才叫做病。像我现在这样，只是贫而不是病。子贡听完满脸羞愧，悻悻然地离开，终身都为这次的失言之过感到懊悔。原宪一席贫而无病的话，为何让子贡惭愧不已呢？春秋末年，各国交相利，子贡奔波于列国之间获职游说，相较于原宪因政治晦暗，宁可隐居学道，信守当年问耻，孔子要他支持守制的教诲，富可敌国的子贡反在穷困潦倒的原宪面前自惭形秽。因为当年子贡向孔子承诺要做到贫而无谄，富而无骄，孔子更进一步期许他未若贫而乐，富而好礼者也。此时原宪已达到虽贫却不巴结讨好别人，虽穷也能快乐知足的境界，而子贡反对原宪说出骄傲失礼的话，你说能不感到惭愧吗？庄子《让王》还记载了一段原宪对子贡说的话：夫羲事而行，必周而有，学以为人，教以为己，仁义之特，与马之事，宪不忍为也。意思是，我不想迎合世俗，不想结党营私，不想为获取名利而学，不想为炫耀本领而教，不想把仁义作为藏奸逆恶的掩护，也不想汲汲营营于豪车华服。这段掷地有声的言论，让子贡知道贫穷也可以活得高贵，活得坦然，活得理直气壮。原宪个性清介淡泊，即使物质条件恶劣，依然能够乐天知命，随心所欲地读书唱歌。孔子生前曾盛赞颜回：一箪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，贤哉回也！可惜孔子不知身后之事，否则原宪桑书安贫乐道的事迹，也一定能得到孔子的肯定。至于仁的问题，许多弟子都曾问过，孔子对人的标准定得非常高，《论语》中管仲是唯一被孔子许以仁的人。有一次，原宪问：克、伐、怨、欲不行焉，可以为人矣？子曰：可以为难矣，仁则无不知也。原宪说，如果没有好胜、夸耀、嫉恨和贪婪这4种毛病，可以称得上人吗？孔子说，能做到这些已经很难能可贵了，但是不是人还很难断定。原宪问的就是他的理想人格：淡泊名利，与世无争。千百年来，许多文人在穷困落拓时，常常以原宪自比。他们向往原宪那种贫困而内心自足的风姿，
鼓励自己也要像他一样穷而益坚。仅仅在唐代，咏叹过原县的诗人就有李白、杜甫、王维、白居易、杜荀鹤、刘长卿。宋朝的王安石亦曾与原县和庄周自诩，他说：已知原县贫非病，更许庄周之养田。而司马迁不但在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中记叙了原县的事迹，更在《游侠列传》中称赞他终身空侍棚户，何以书史不厌，死而已400余年，而弟子志之不倦。说他一辈子都过得清苦贫穷惨淡知足，但死后400多年来，仍有许多人对他所展现的高风亮节称颂不已。身逢牢狱之灾、宫刑之苦的司马迁，在看到孔子弟子们身居陋室而不改其道，穷困疲弊依旧端坐弦歌时，应该也能够在惨淡的生活中找到一丝丝光亮，在痛苦和荒凉的岁月里，获得一点点心灵的鸡汤吧。